我本是女博士，意外穿进青楼，3年过去，我早已委身恩客，习得一身媚术。笑死！花魁姐还真把这儿当古代了。他们在说谁？一个清高女博士被骗在这里当了3年陪侍，还是这些有钱人会玩。女博士被骗3年，说的是我。其实刚到醉春楼时，我是不信穿越的，只当是一场荒唐的恶作剧。直到老鸨枯瘦的手指掐上我的下巴，这批货里倒是出了个奸。那夜，我们被塞进一间大通铺，夜半时分，我摸黑起身，脚刚沾地，手腕就被人一把攥住。回头一看，竟是白日闹得最凶的那个姑娘。看清她脸的一瞬间，我浑身一震，那张上带稚气的脸，竟和我早夭的妹妹有7、8分相似。你是不是也想逃一起吧？她说她叫西珠，对京城后街这一带很熟。京城，这称呼让我心头一晃，但我仍迅速点头。或许是那张与妹妹酷似的脸，让我对她生出一丝莫名的亲近。快绕到后院去，你先踩着我上去，再拉我。西珠，撑住！别废话，快上去！翻过墙头的那一瞬，我心中仍残存一丝妄想。墙外或许是古风片场休息区，或是现代都市的霓虹。映入眼帘的是青石板路飞檐斗拱，鳞次栉比的古风建筑，一座巍峨的宫城静卧在夜色中，朱红的宫墙没有一丝现代的痕迹。我浑身发冷，攥紧细珠的手臂，声音发颤。如今是哪一年？大晋3年呀！姐姐，你摔糊涂了。大晋王朝，我从未在史书中见过此名，是架空还是非构？世界震惊如冰水浇头。尚未回神，身后已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在那边，抓到他们！抓到他们！别让他们跑了！主事夫人领着仆从和护卫追来了，我们拼命奔逃，却终究被狠狠按在地上，如同两尾落网的鱼。那晚，我们被关进了僻静柴房。说，谁出的主意？是我鬼迷心窍，撺掇这位姐姐跟我一起跑的。我愣住了。萍水相逢，他为何要这样护着我？念你是初犯，又被这丫头教唆，这次便饶了你。这张脸可是妈妈我未来的指望，伤坏了我心疼。至于你这不知好歹的丫头，就让你尝尝什么叫规矩。隔壁隔间很快传来藤条挥落的声响，夹杂着西珠压抑不住的低气，一声接一声，像钝刀割在我的心上。这一夜比死还长。还没哭够，起来，带你看个好东西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西珠，救我！姐姐，救救我！不要！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求求你，放过他，别再折磨他了。想救他，那你拿什么来换？妈妈，求您救救他。救他？行啊，求你救救西珠。药费从你酬劳里扣3倍。我答应，只要他活下去。既然答应了，就得按规矩学。腰塌下去，步子要碎，重来，收起你那股傲气。是，我会改。站直了，笑得要温婉。是，嬷嬷。在这儿，你只是个货物。渐渐的，我学会了顺从，磨平了棱角，将那个高傲的自己慢慢埋葬。2个月后，细珠伤势出狱，被指派到我身边做丫鬟。与此同时，主事夫人笑着告诉我，木东，你的初次待客该安排了。其实在落入此处之前，我是有男友的，他叫陈默，是我的同门。我们都是理学博士，灵魂共振的知己。曾经我以为我们会这样在学术的道路上并肩走下去，一生安稳。直到那个叫王子玉的富二代出现，他对我展开疯狂追求。拿上这些钱，滚出他的视线。沈木东不是你能买卖的玩物。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。
他是个疯子，我不能再害你了。陈默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为什么？我可以带你走。你现在这副样子只会是我的累赘。木东，别走！障碍清干净了，现在你是我的了。你让我觉得恶心。你说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一定会毁了你。本想着等他新鲜劲儿过了，就回去找陈默。命运从不由人，还没等到那天，我就被夺走了一切。得知我的初次安排在即，木东，这可是你的大日子，腰要软眼要媚，才能一鸣惊人。咱们这前程全看今晚了。前程不过是深渊。我只随意送了一首诗：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这女子倒是有趣。心冷如灰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天大的造化！你可知是谁点了你的牌子？谁？是靖安小侯爷，那位可是权倾朝野，连宫里娘娘都要让他3分的主，你竟被他瞧上了，这可是几辈子修不来的福分。他将我引至3楼最华丽的雅间，我忐忑地走进去。室内熏香袅袅，红烛摇曳，一道身着暗纹锦袍的身影背于窗前。闻声他缓缓转身，烛光一寸寸映亮他的脸，我瞳孔骤缩，浑身血液瞬间冻结。这张脸分明和现在那个扬言要毁了我的富二代一模一样。沈博士，这身衣裳穿在你身上，倒真有几分韵味。生理性的厌恶瞬间淹没了我，他步步紧逼，我节节后退。当他带着志在必得的笑容将我搂入怀中时，我再也抑制不住，我吐了他一身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小侯爷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随即被滔天的怒火所取代。放肆！他一把将我推开，我重重撞在桌角，瓷盏哐当一声摔得粉碎。哎呦，我的天爷，这是怎么了？侯爷息怒，饶命啊！真脏！沈木东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我告诉自己，一切只是巧合，我不能得罪他。西珠还在他们手上，可小侯爷已然暴怒。这就是你调教出来的好姑娘，给我重新教！什么时候学会得体待客了？什么时候再拉出来见人？若再敢有下次，我拆了你这醉春院的招牌！说完，他拂袖而去。主事妇人小心翼翼地送走小侯爷，转身就狠狠扇了我一耳光。作死的东西！你是要害死整个醉春院吗？小侯爷动动手指，咱们都得给你陪葬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清高，这么有骨气，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把他给我送到下等去处，让那些寻常过客教教他什么叫规矩。不要啊，妈妈！福东姐姐性子烈，哪里经受得起那般搓磨？更何况您花了那么多心思培养她，就这么送出去，太可惜了。主事妇人闻言，突然阴冷地笑了起来。你说的对，是可惜了。他目光一转，落在了西珠身上。既然木东不肯待客，你就替他还债。之前调养花的银子，就用你这份差事来抵。来人，把西珠拖出去，送到最杂乱的去处换钱。不要！妈妈，求求你！那一刻，我脑中一片轰鸣，下意识地冲过去，拉住了细珠的手。姐姐，别管我了，
这都是我的命。他竟还在为我着想。姐姐，快走！巨大的愧疚和无力感瞬间将我淹没。我绝不能再失去他一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全身力气。不就是要伺候小侯爷吗？我去。我看到主事夫人和周围姑娘的脸上，不约而同的露出了一丝得逞的笑意，甚至连吸珠的表情也瞬间一松，那一瞬的诡异感稍纵即逝，快得让我无法捕捉。姐姐，别怕，就像他们说的，跟着小侯爷总好过应酬许多人，也许这也是最好的结果。这就对了，带走吧。我被他们半推半搡着送到了小侯爷的房间。这便是我的深渊。我知道我必须让他满意。舍得回来了，都滚出去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妾身前来请罪。这双眼睛终于不那么倔了。爷教训的是，妾身知错了。这酒里加了清晨的露水，爷尝尝。还是你最懂本侯的心。姑娘好福气，这些都是爷赏的。我有了独居的雅苑，有了华贵的头面。木冬姑娘，这料子您可还如意？连主事夫人见了我，都要陪着三分笑。多少姐妹羡慕你都来不及。无数声音日日在耳边萦绕，试图将我原本的模样彻底抹去。就连我自己，也曾在某个瞬间恍惚，或许这样也没什么不好。直到3年后的这个傍晚，我提出离开，被小侯贴拒绝，哭着跑出房间，脸上泪痕未干，心里却已开始盘算，下次是该眼波再软3分，还是姿态更柔1寸，才能让他心软答应。正琢磨着，却听假山后传来2个新来姑娘的嗤笑。笑死！花魁姐还真把这儿当古代了。他们在说谁？一个清高女博士被骗在这里当了3年陪侍，还是这些有钱人会玩。女博士被骗3年，说的是我。你说，她要是知道这一切都是她的小侯爷设计的，不会发疯吧？王子玉是他设计的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缓缓转过身，小侯爷立在庭前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将他半边脸浸在阴影里，那双眼却锐利如鹰，紧紧锁住我。方才嚼舌根的2个姑娘吓得脸色惨白，慌忙跪下，空气仿佛凝成了冰。我压下心头惊涛，换上一副娇嗔薄怒的神情。侯爷还问，自然是弃女，总不肯放我离开，叫我日日悬心。小侯爷盯着我，目光如……你这性子还闹脾气，都说了。不是不愿放你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时机，你总拿这话搪塞我。3年了，我早已学会如何在男人面前拿捏分寸，美要轻醋，生要他怜，又不能惹他厌，这曾是我最不耻的姿态，此刻却成了我唯一的保护色。心肝儿，我怎会不在意你？西域进贡的夜明珠，江南织造的云锦，哪样不是紧着你先挑？我把你捧上这京城第1花魁的位置，还不够在意你？还好，他没听见咱们刚才的话。2人悄悄离开，我的心却直直坠入寒潭。之前我执着于让他放我走，以为离开此处便有逃出升天的机会，可若连境遇本身都是一场骗局，原来这就是他为我打造的巨大牢笼。他怎么可能放我出去，让我有机会窥见这戏台之外的真相？不过，近来我在朝中处境艰难，须得倚仗七王爷的力量。我知他一直对你颇为欣赏。木东，若你愿在此事上助我一臂之力，待我站稳脚跟，定风风光光送你出去。如何？
你的意思是要我帮你去陪伴旁人？只是权宜之计，你也不忍看我陷入困局，对不对？我望着他那双虚伪的眼，心中恨意疯长。假的朝堂是假的，网页是假的，连这3年的人生都是假的。如今他还要导一出更不堪的戏码，看我这个被他独占了3年的女人，如何为了他心愿的对旁人温柔相待。他要的就是看我彻底溃碎，在委屈中为他沉沦。怒火在我胸中燃烧，可我最终只是垂下眼，掩去所有情绪。侯爷，我累了，容我仔细想想吧，告退。我必须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究竟该从哪里开始破局。姐姐，我来替你卸妆更衣。那张脸，曾是我在这炼狱中唯一的光。不，它不只是光，它是我早夭妹妹的影子，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亏欠，是老天爷抛给我，让我拼死也要抓住的一点救赎。3年来，每一次看到她，我都会想起那个为了救我而溺亡的妹妹，所以我发誓，绝不能再让她因我而受到伤害。可如今再回想，每一次我濒临崩溃，准备玉石俱焚时，都是西珠用她的委屈和眼泪将我拉回正轨，逼着我做出最隐忍的妥协。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那她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西珠，你还记得今年是2025年还是2026年呢？怎么不记得了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如今当然是大晋5年呀。是吗？可我最近总是做梦，梦见我来自一个叫现代的地方，那里没有帝王，没有侯爷，男女平等，女子可以读书，可以创业。我还在那里读到了博士。你说那些是真的吗？滴珠沉默一瞬，姐姐定是累着了，尽想些虚无缥缈的事。姐姐，你忘了，你我都是苦命人，是被伢子卖进来的。若真有那样的好地方，你我怎会沦落至此？他的回答滴水不漏，完美的像提前备好的台词。我心中最后一丝侥幸随之破灭。趁西珠弯腰去取挂在一旁的锦衣时，突然拽住她的衣袖往下一扯，后领随之滑落，露出一片光洁的后颈与背脊。借着烛光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里平滑如玉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疤痕。可我分明记得3年前那顿责罚，好几下都落在他这个位置。当时伤痕累累，皮肉受损，那样重的伤，即便精心调养，也绝不可能没有任何痕迹。果然全都是假的。那场让我心房崩溃、彻底屈辱，既是假的，我拼死守护的，也不是什么同病相怜的姐妹，更不是我妹妹的影子，只是一个敬业的扮演者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说的对，西珠，确实是我想多了。这样的日子，我该知足了。唉，肉眼可见的细珠长长松了一口气。我看着她如释重负的样子，不是一片舍弃的荒原，更不是对妹妹的救赎，只是一场骗局，一个笑话。在这里我孤立无援也好，从今往后，这场戏该换我软了，义无顾忌。木东，你怎么一直心不在焉的？他指针抬起我的下巴，目光审视。不会是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吧？这场戏开始了。我压下心悸，抬眸时已换上恰到好处的委屈。妾身只是在想，小侯爷前些天说的那件事。我想好了，为了小侯爷的前程，我愿意陪伴七王爷。当真？嗯。
只求侯爷站稳脚跟后，莫要忘了当日的承诺，送我出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自然。穆东，你能如此识大体，爷心甚慰。他眼底满是造物主般的得意，像在欣赏一件被他亲手打磨、彻底驯化成功的完美作品。而我当然不会再相信他任何一句鬼话。这几天我已经想明白了很多事，他能布下这般天罗地网，让所有扮演者守口如瓶，连警方都无从察觉，其背后的力量远比我想象的更可怕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3年的观察，我发现此地的气候并不寻常。夏季炎热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，降雨集中在冬季。这不像是国内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，而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。也就是说，我极可能身处某座与世隔绝的海外孤岛。如果是这样，单凭我个人根本不可能逃出去。就算侥幸逃出，面对茫茫大海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我必须借助外力。这位七王爷既然在剧本里比小侯爷地位更高，就意味着在现实中，他也是小侯爷想讨好，甚至不敢得罪的存在。或许我能利用他寻找破局的契机。几日后，小侯爷果然带着他的贵客来了。你这地方弄得倒真不赖，雕梁画栋，美人如云，还真有几分古意。难为你寻了这么个妙处。王爷过奖了，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，博您一笑罢了。博您一笑。罢了，这就是你藏着掖着的宝贝，果然是个尤物。听说原先还是个硬骨头。王爷谬赞，福东不敢。哦，小侯爷说他把你让给了我，你当真甘心？心里就没半点委屈？能陪伴王爷，是穆东几世修来的福分，心中只有感激，岂敢有怨？话音未落，他猛地收声。有趣，一个清高女博士竟被你训得这般听话。女博士3字像一根针，骤然满是虚伪的平静。女博士，你久在风月场，不知朝中事。博士乃是官名，王爷是说你气度似朝中女官，这是夸你呢。他假意顺从，伺机反制。他倒是会圆。博士在古代确实是官名，只是他这番解释太过拙劣，欲盖弥彰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温顺的点点头。是妾身孤陋寡闻了。现场的气氛有些微妙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小侯爷在这位七王爷面前是卑微且讨好的，即便对方差点说漏嘴，他也只能不敢有半分不悦，而这正是我可以利用的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莫要扰了本王和美人的雅兴。机会来了，侯爷放心，妾身定会尽心竭力。房门被轻轻合上。美人儿，现在只剩我们了。王爷，我配合地跌入他的怀中，一面虚与委蛇，一面娇笑着替他宽衣解带。就在他脱的只剩里衣，注意力最为松懈的刹那，就是现在。去死吧！别动！你的命现在在我手里。你要干什么？
我问，你答，敢喊一声，或者说一句假话，我们就一起死。院中女子，一个被骗到这里，被你们当了3年玩物的现代女人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都知道了？你的手机呢？拿来。进城的时候都被收走了，为了防止露馅，都放在城门外的保管室。离这儿有多远？不远，走路10分钟。很好。我迅速用绳子将他双手反绑。现在劳烦王爷当我的护身符，带我出去。我压着他，猛地踹开房门。门外候着的主事夫人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木东，你疯了！快放下刀！七王爷是贵客，你敢伤他，是要毁了整个醉春院吗？这鬼地方我早就待够了，毁了正好。围起来，别让他跑了！都别动，让他走，让他走！退后，全部退后！谁跟上来，我就捅穿他的脖子。姐姐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妈妈会责罚我的，我会被送到下等去处的。西珠，我们的最好姐妹啊，你不能不管我！你竟然也要拦我！我看着他泪流满面的脸，那张曾让我无数次午夜梦回、充满了愧疚与怜惜的脸，此刻只让我觉得无比荒唐。我心中一片麻木。最好的姐妹，还是最敬业的扮演者。西珠哭声一滞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还要我提醒你吗？你背上那些狰狞的伤痕还在吗？他脸上的担忧和悲伤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戳穿的恼怒。你为什么非要闹？安安分分过日子不好吗？你跑了，我好不容易找到的高薪工作就没了。来3年的信任，只是一份高薪工作，可笑，真是可笑。让开！站住，别再白费力气了。木东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说过，时机到了，就会送你出去。王子玉，你这台戏该落幕了。他竟然全都知道了。你都知道了，谁让你当初不识抬举？我说过，我会毁了你。你这个疯子！你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曾经那么清高的女博士，还不是要在男人身边委曲求全？你已经受尽搓磨，除了留在这里，你还能去哪儿？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那个叫西珠的扮演者，是我特意让人从上千个女孩里挑出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的眉眼像极了你那个早逝的妹妹。怎么样，沈木东，我送你的这份礼物你还喜欢吗？住手！我手中的刀逼近了七王爷的动脉。王子玉，你他妈别过来，让他走！我挟持着七王爷，一步步走向那扇隔绝了我3年的城门。短短10分钟的路，我却像走过了半生。原来我苦苦追寻的现代离我这么近。原来西珠第一次带我逃跑时，就故意带着我跑向了离出口最远的方向。开门！在我的胁迫下，守卫打开了城门。一阵带着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，我的猜想被印证了。这里果然是一座海岛。手机，快去取手机，生怕遗忘。喂，你好。沉默。是我。木东，真的是你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
这3年我们找你都快找疯了。沉默。长话短说，我被困在一个至东海近乎的海岛上，这里被伪装成了一座古代的城池。打开定位，申把坐标发给他。可屏幕上的坐标点却像鬼影一样，每刷新一次都在疯狂跳动。是信号干扰，这里的定位被干扰了。沉默，我只能先给你一个大概的方位。别着急，保持通话，我想办法屏蔽干扰。然而我还没回答，手机传来刺耳的忙音，信号格彻底消失。王子玉他们切断了全岛的信号。我抬头望去，开阔的城门口海风呼啸，身后是王子玉和他那群虎视眈眈的护卫。我在心中迅速盘算，海岛定位不明，就算我抢到船只逃离，在茫茫大海上没有坐标和补给也是死路。更何况从这里到海边距离不短，挟持人质变数极大。那是什么地方？是全岛的监控中心。带我过去。王子玉带人在后方紧追不舍，却因我手中的人质不敢妄动。开门，我将七王爷狠狠按在门禁前，玻璃门应声开启，里面几名技术人惊慌起身，全部出去！30秒内不清场，我就和他同归于尽。技术人员连滚带爬逃出门外。我反手落锁，将防爆闸重重拉下。咔嗒，整个世界骤然安静，眼前几十块监控屏亮起，正实时播放岛上各个角落的画面。其中最新的一块屏幕映出门外的踹着门的王子玉，他正气急败坏的面目，扭曲猎人与猎物的关系。在这一刻终于反转，从前我是他笼中的雀鸟，而今他成了我脾急败坏的小丑。我将七王爷绑在椅子上，开始检查这间中控室。这里有独立的通风系统，有储备的饮用水和应急食物，足够我撑上一段时间。其实对于陈默能否找到这里，我也没有太大把握，但他向来机敏可靠，只要有一丝线索，就绝不会放弃。利用这宝贵的时间，我迅速调出全岛监控，随着画面切换，整座岛屿的真相在我面前展开。原来醉春院的歌舞升平不过是冰山一角。我看见森严的皇宫里，身着宫装的女子眼神空洞，如同提线木偶。我看到阴冷的囚室中，责罚不断低气声不绝于耳。原来这整座岛都是一个巨大的由多个剧本组成的囚笼，光怪陆离的片场，到底还要上演多少场精心设计的悲剧？楚门的后宫，你们竟然把人命当成可以随意归档的玩物。朕的后宫不需要带着现代臭味的女人。皇上饶命，我只是忘了换鞋，求您开恩。既然忘不掉过去，那就去死吧！这群畜生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。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但我会是最后一个。沈之秋，在这么多受害者里，你的眼神为什么这么醒目？监控记录显示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，在绝境中逃出宫墙，乘快艇离开了这座岛。他成功逃出去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岛上全是我们的人，背后还有暗网的金主，你斗不过的。现在放下刀，我还能让王子玉留你一条活路。活路？像那些女孩一样，被你们肆意搓磨的活路？他顿时噤声。这时墙角的广播突然响起，王子玉的声音带着强压的怒火和蛊惑。穆东，我知道你能听见，别犯傻，把七王爷放了，我们一切好商量。商量？只有死人才会和你商量。你想想陈默，就算他侥幸找来，又能怎么样？我这胆上守卫森严，他来了就是送死。你忍心看他为你送命吗？留下来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只让你陪伴我一人。你还是我最疼的花魁。虚伪的官快，令人作呕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发放失败，请重试。绝不放弃。
坐标1143，发信成功，接我回家。沉默，这是最后一次尝试，我赢了。我知道他在拖延时间，在寻找强攻的机会，但投鼠忌器，他不敢。对峙的第3天凌晨，监控画面显示，他从岛外调来一批高压气罐，一群穿着防化服的人正抬着气罐慢慢靠近中室的通风口，他们准备释放麻醉气体，强行突破。我的心骤然缩紧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海平线上突然蹦出无数道刺眼的探照灯光，紧接着直升机巨大轰鸣声由远及近，如天雷般滚过夜空。我立刻切换到远景监控。木东，坚持住，我来了。信号断了，但广播还能用，呼叫救援。我是沈木东，我已控制岛屿中控室。木东，收到，请指示上岸位置。请从北侧橙色头处上岸，布防最弱，那里是唯一的缺口。岛上主力聚集在南侧3号仓库。重复，南侧3号仓库，那是他们的器械存放处。全速前进，绕开南侧陷阱，动作要快，包抄过去。你们的末日到了，终于要结束了。1小时后，声响彻底平息，中控室的合金门外传来了沉稳的叩响。你在里面吗？是我，沉默。门开的瞬间，我手中的匕首哐当落地。沉默一步跨入，将我死死拥进怀中。他的手臂箍得那样紧，仿佛要将这3年的分离尽数碾碎。木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埋在他胸前，感受着那熟悉的体温与心跳，紧绷了3年的神经终于彻底松懈下来。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，我们走出中控室。王子玉西珠主事妇人妻王爷，所有参与这场骗局的人都戴着手铐被依次押出。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。你赢了又怎样？沈木东，你以为他还会要你吗？他是我见过最干净、最勇敢的灵魂，而你只配在监狱的阴暗角落里腐烂发臭。王子玉还想说什么，却被警察粗暴地押走了。他终于挣脱了噩梦，重获自由。人群后方，一个身着病号服的清瘦女孩，在几名警察的陪同下，静静望向我。她眼神沉静，却透着韧劲。沈之秋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逃出那座后宫后，被幕后黑手困在了一所私人医院。沈之秋用医院治疗器械自保，致使对方重伤，他因此卷入纠纷，陷入司法困境。沈之秋坚称自己是在反抗一场楚门的世界式的囚禁和伤害。沈之秋，视频是真的，但我不知道那座岛的具体位置。这是沈木东发出的求救录音，他给出了大致方位，地形描述高度相互，立刻并案调查。我记得那里到处是灯笼，像个吃人的古镇。北纬是 X， 东经是 X 时，快报警！2份线索对上了，锁定罪恶之岛。目标岛日已锁定，准备强攻。警察全部抱头蹲下沉默。沉默，你真的来了。沈木东，你这辈子都洗不干净。我不是在杀人，我是在从地狱逃生。被告人沈之秋属特殊正当防卫，无罪释放。我们都等到了救援，噩梦结束了。我们隔着人群相望。他朝我轻轻点头，我一微笑回应。2个从不同楚门的世界中挣脱出来的灵魂，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无声的汇合与反抗。晨光刺破云层，洒满海面。沉默紧握住我的手。木东，我们回家。我回握他用力的点头。